嗨，大家好，这里是树名锦鲤，我是鱼弟，韩国鱼的鱼，兄弟姐妹的弟，很高兴大家今天能来看我们这期的录制的视频。昨天呢，郭台铭和台积电已经成功签约购买了 BNT 疫苗，这背后的各方角力，各个颜色的媒体都有各自的解读。昨晚我们也已经在直播里聊了这个事了，今天也就懒得再去笑话民进党政府及其侧翼的各种荒诞可笑的言论和逻辑了。今天余弟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加有趣的消息，把民进党和自由时报等这些绿媒把他的脸打得肿肿的一个新闻。大家还记得徐珊珊吗？就是被自由时报等绿媒贴上中国因素的这个徐珊珊，绿媒声称是因为他而阻挠了之前台湾购买 BNT 疫苗的那个徐珊珊。在绿媒的口中，他有多坏？6月21日，自由时报指出，当时台湾卫福部企图在中文版本的新闻稿里面偷渡我国这2个字，被出生在中国的徐珊珊识破，从而让这份合约破局了。因此，就认定徐珊珊就是台湾买不到 BNT 疫苗的元凶。我们来看看，针对当时的这个新闻，民进党的前立委林静怡这个打手是怎么出来扯的。事实上，中国在过去就一直想办法，不论利用它的经济实力，或者是所谓的国际的这个能量，那让他们自己国内的人能够成为这些组织的干部。那成为组织的干部，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以去决定，或者是拥有一些决策的权利嘛。那这个时候，如果刚好遇到台湾问题，那他们当然更能够去在这个过程在职权里面去进行一些阻挡或游说。那药厂这个部分，当然，我当然暂时还不觉得说他们是有这个蓄意的去派很多人到药厂里面去成为内应，然后如果刚好遇到跟台湾有关的事情，去对台湾做什么事了。可是我真的要建议大家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他们的这个思想教育里面，他们从小的教育就跟台湾还有其他民主国家不一样。民主国家大家会教育的，当然还是会教你爱国，可是呢，你应该有的道德跟伦理是放在更前面是放在一个基本的态度里头。可是中国的爱国的精神里面，他们包含了就是想办法帮他自己的国家掠夺资源。那甚至就是说，在政治上面，因为必须说他们从小所受到的所谓教育，多数在目前为止，根深蒂固的，他们在中国人的教育里头认为台湾是他们的，那想尽一切办法帮他的祖国，就是帮中国去对台湾进行干预或统战，是他们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职责的一个概念。所以去说 BNT 里面这个是不是特别为了疫苗啦，或为了干预台湾去派进去的人，我个人倒不觉得他们有这么先见之明啦。可是呢，回过头来去看，包含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很多的国家，中国的这些学术研究或者是他们的学者专家会有这种，当你看到一个好的专业的资讯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偷回自己国家去，或者是说所谓的包含这个专业上的间谍，或者是当他发现他们的这个公司或学校有遇到一些跟台湾相关的议题的时候，去对台湾做阻拦。记不记得之前应该是伦敦政经学院或是 UCL 英国那边的一个学校，他们不是也做了一个地球有台湾地图吗？就会有中国学生去抗议说，你为什么把台湾独立出来？就是这个，与其说他们是特别安排所谓特务型的人在这些组织里面或学校里面，不如说中国的多数的学者在即使他已经人在所谓自由民主的国家担任，不论是在药厂工作，在学术领域工作，在相关的专业领域工作，根深蒂固的中国教育会让他们面对到跟台湾相关的议题的时候，采取从小到大所受到的对台湾要尽一切能力阻挡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想这个是台湾的，我们要台湾在我们的教育或者是我们的学术领域里面，我们都觉得学术自由、学术合作是重要的，但是我们要非常警觉的，中国这一边他们在从小的教育跟统战的思考里面，对于台湾
几乎是西反射式的会对于台湾进行干预跟不友善的动作。7月11日上报就更夸张了，他是怎么说的呢？之后台湾方面改由民间与 BNT 接触，鸿海郭台铭最先跳出来表明要和德国原厂采购 BNT 疫苗。就在郭台铭和鸿海积极进行之际，没想到6月中徐珊珊再度出手，透过台湾媒体放话表明 BNT 不想跟郭台铭谈下去，以 BNT 高层身份对郭董语多不满。而郭台铭亦在6月16日向卫福部表达，收到 BNT 德国原厂来信，表示不要和他谈， BNT 只和政府谈。气得郭董在6月18日发脸书建请与总统蔡英文见面，并请求政府授权。而当日下午，总统蔡英文与鸿海郭台铭及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会面时，总统还当面安慰郭董说，最近很辛苦，要他不要把外界媒体报道对他的批评放在心上。郭董也当面回忆总统说，他很清楚和政府没有关系。郭董在会中忍不住直接点名，都是在美国的徐珊珊搞的。绿媒就是一个劲的把徐珊珊抹红，把一个原本很简单很单纯的一个商业采购描述成政治阴谋。其实呢，真正的阴谋呢是在民进党自己身上。香港雅各城高端疫苗的那些糗事烂事，我们今天也懒得说了，相信稍微了解一点台湾时事的朋友都很清楚了。民进党之所以要抹红徐珊珊，其目的就是要给台湾人一个印象，其实德国 BNT 公司的德国老板是想卖疫苗给台湾的，只是因为徐珊珊这个中国因素阻挠，未采购成功。徐珊珊就是在欺骗他们的德国老板，利用他自己出生在中国的身份，违背德国人的本意，从中捣乱。事实真是这样吗？好了，说了这么多，余弟我就给大家看看今天最劲爆的东西了。请看这份东西，这是余弟在公开的互联网上查询到的资料啊，也就是目前在中国大陆所有企业的信息，全部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的查询。这没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去查。这是今年7月9日，就是前几天哦，还没几天哦，在上海刚成立的一个公司，名字叫百欧恩泰上海医药有限公司。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谁，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徐珊珊。再来看看这个公司的股东是谁，德国 BNT 100%的持股，德国 BNT 独资的公司，这个百欧恩泰是 BNT 100%独资的公司，明白了吗？没有上海复兴，没有上海复兴，没有上海复兴。重要的事情说3遍，这样大家都明白了吗？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德国 BNT 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子公司，而这个子公司就完全交由徐珊珊代表打理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就是 BNT 把自己出资300万美元的公司完全交由徐珊珊打理。而从实际的意涵来看，也就是徐珊珊成为 BNT 在中国的全权代表，中国事务的最终决策人。这个中国当然是包括台湾地区的事务。这体现的是 BNT 老板对徐珊珊个人能力的肯定和信任。你觉得 BNT 的大老板或者董事会看不到台湾绿媒的报道吗？如果绿媒报道是真实的，
让 BNT 公司在与台湾政府的交易中受到了损失，那 BNT 公司会把这个7月9日成立的百欧恩泰公司交给徐珊珊吗？好了，这份企业登记信息应该足够让民进党和绿媒们脸红了吧？德国人可懒得跟你口水战，他用实际的行动直接打脸了民进党的抹红和造谣。徐珊珊不是什么中国因素，也不是上海复兴的人，而是 BNT 在大中华地区的最高决策人，他的意见和态度就代表德国 BNT 公司，就这么简单嘛。这一波操作也让余弟我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办事的严谨态度和风格。当然，民进党的抹黑抹红造谣的本性他是不会改的，对这些也会装作看不见，更不会让2300万台湾人看见。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台湾人把这个视频和这份证据分享出去，彻底揭穿民进党绿媒的谎言。好，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再见。